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多场高峰论坛和主题论坛相继召开，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数字贸易发展、绿色提升价值等方面。在服务贸易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2》发布。根据报告，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2。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可数字化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的比重将近50%，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升级的成效明显。这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服务贸易也必将在全球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以绿色提升价值为主题的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上，多位政府和机构代表、世界服务贸易领军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探讨绿色发展路径，共同推动服务贸易企业、行业和产业发展，提升经济和社会价值。进一步把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作为我们当前的重点，把服务领域的工作内容进一步拓展，把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把合作的成果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峰会上，全球服务贸易绿色发展趋势报告2023发布。报告以全球服务贸易绿色发展为主题，分析全球服务贸易绿色发展趋势特点，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与会嘉宾表示，服务贸易对如何改善国际服务和国际贸易的绿色化至关重要。We need to improve, all of us around the world, our engagemen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o find ways in which we can be useful contributors to reducing ou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o improving ou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rade and services is very important, and China has a big role as a very big trader. 前几天红星新闻报道，深圳夜空出现彩色光团，这不又上了热门，天空中是五颜六色的一片。无知的网友很喜欢把这些扯上什么蓝光计划、外星人、反常现象等等。说视频来源是新京报，但是从新京报发的视频里明显可以看到光源就是在右边楼上这个窗户，这就是他们在家里玩射灯，照到天空的云层反射的光线，一点也不奇怪啊。红星新闻发出来就把右边的窗户裁剪掉了，再加上恐怖的音乐，故意制造神秘，这种媒体就是坏，唯恐天下不乱。已经忘了新闻真实性和准确性的特点。惠州也有人拍到天空中不明飞行物在匀速前行，又有很多媒体转发了。从视频里看到这个光点在云层厚的地方更亮，云层薄的地方变暗甚至消失。如果真是天上的不明飞行物，应该是云层薄的地方更亮才对。所以这肯定也是射灯照射的光斑，云层厚的地方反射更多光线，所以更亮。还有这些都是灯光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在有云的时候才能拍到这种不明发光物体，没云的时候反射不了灯光，你就看不到了，跟不明飞行物八竿子都打不着。哮喘的患者知道自己是哮喘的患者，来这边看药名，把药名拍下去买下药。呼和浩特当地网友反映，近日雷雨天气后，多家医院内哮喘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网友爆料视频显示，在医院咳嗽、哮喘诊室门前，前来就诊人员排起长队。9月3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回应称，每年都会有类似情况出现，病症与过敏相关。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工作人员称，2日晚上，多家医院的雷暴哮喘的病人确实增多。呼和浩特蒿草比较多，所以春秋两季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人多。据陕西榆林市住建局曾经发布过一则科普性的公告，雷暴哮喘发生机制可能是花粉颗粒在雷暴天气时溶胀，崩解释放大量具有变应原性的碎片，使空气中变应原浓度短时间内明显升高，气道高反应个体暴露后出现哮喘症状。通过花粉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各地主要致敏花粉浓度达中高等级，大部地区已进入致敏花粉高峰期。过敏患者需做好防护，高敏患者需提前预防用药，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建议及时就医治疗。手里拿药的来，先立起来这一下啊，我就
直接给你用了。啊，谢谢。先竖着拿，都看看这个药怎么使用，都来买这个药。来看好了，手里拿好药啊，竖着拿，抓住上面白的地方不动，拧底下的盖儿啊，往左拧，使劲往左拧，就听见咯嘣响一声。呀，你刚才拧了半个是吧？没拧，听见咯嘣响了没？刚才没听见。听见咯嘣响了，听见咯嘣响了以后，切拧回来，再拧回来不动了啊，拧回来这儿不动了，然后来过来，把气儿吐出去，大口喘气，一会儿嘴包紧它，用力吸，来大口喘气，再往口喘气，再喘气，然后嘴含紧，不含那么多，吸。对，吸不动的时候拔出来，憋住气，尽量憋一会儿，6到7秒钟。憋不住的时候，用鼻子缓慢的把气排出去。哮喘的很多人发作了，我们来这儿教药的。啊，对，赶紧去儿科。来，大喘气，吸。带手。来，有呼吸困难的，看看这个药怎么使用。嘴含紧啊，嘴含紧了，对了，这就。呼和浩特市的暴雨带来了惊人的后果，不仅引发了洪水，还引发了一种雷暴哮喘的怪病。你知道什么是雷暴哮喘吗？雷暴哮喘是一种由雷电天气引起的哮喘发作，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胸闷、咳嗽等症状。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许多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甚至因延误就医而危及生命。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呼和浩特市的医疗机构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应对患者激增的情况。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在暴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下，空气质量会受到影响，加重哮喘患者的病情。因此，医院建议哮喘患者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让我们一起关注呼和浩特市的雷暴哮喘患者，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一起为呼和浩特市的医疗机构和哮喘患者加油。